幼稚园就开始了。所以说你的开销上面的花费上面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就如果因为像你看哦，我们每个月如果要有这房贷的部分，好，这固定的支出，那我们出去是不是每天在外面油钱嘛，对不对？骑车也要油钱啊。那小孩子每个月虽然说学费、教育费并不高，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基本支出。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没有回来了，然后这些费用小孩子怎么办？以前老公有买那个全家保的样子，对啊，所以就想说应该够了吧。老公那时候不好意思啊，那时候你老公走的时候，就保险方面啊，有没有理赔下来？有啊。所以这方面你也想到说，其实让你的负担减轻了很多。有啊，就是可以做一些规划。对啊。不错啊。对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说啊，像你现在虽然说工作稳定，然后但是你又带着小孩，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未知，很难去预料的。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把一些风险转嫁一下，不然的话因为我时常就想我自己也有房贷，我也有小孩，那哪一天我真的没有回来，其实这些费用我很担心我小孩子未来的教育方面啊。对啊，我相信你也很爱你这个你就只有这个小孩嘛，那我相信你也会担心他以后，没人照顾啊，然后这些房贷的压力啊，这些开销的问题。那这样子好不好？我过几天带房贷这方面的优惠讯息给你参考的时候，然后一方面也帮你做一个个人的一些规划，过来给你做参考。那不晓得说你有没有说像如果说这些寿险规划这上面有什么预算？寿险而已哦。就是什么？就是等于说把你做个人的一些保险规划，就像意外啊、医疗啊，这个我都帮你规划进去的话，就是我先了解一下你有没有预算。预算上面考量。通常都多少？通常当然保险这东西，多的也可以买，少的也可以买，只是保障的不一样，高低。对。可是不过我会建议你说，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有房贷嘛，那又有小孩子的这部分的话，是比较建议说寿险的保障是能够超过这个房贷这部分。还有你的小孩子，像假设你现在房贷有200万的部分，那你小孩子，你想，你把他教育到20年，他现在才国小1年级嘛，那20年以后，到大学毕业，那你想要花多少钱？可是寿险不是只有死了才有？这个就是风险上的转移，所以我没有死就没有。也不见得说要死的问题，因为像我们本身的话，我们时常骑车在外面，其实这意外这上面的话，我们也要为自己做一下规划，这样子。那你刚刚不是然后或是医疗，保险这方面的也会帮你做一个规划方面，像医疗啊，寿险啊，如果说有多余的钱，像我觉得你还蛮棒的，你会帮你小孩子存一些教育基金之类的。那这方面的话，存钱方面，其实我们如果说预算也比较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来做这方面的规划，这样子。这样子哈，那一个月你大概如果说单纯保障这方面的部分，对，3000块吧，3000块左右。好，那我有在更好的方案，我会再给你带过来。那你过几天的话，应该是礼拜2比较有空，还是礼拜3？一样这个时间来。这个时间过来这样子。好，那就这样子好，谢谢。那个，你可以了解，回馈一下。你觉得他哪里很好，哪里可以更好？就是一样从房贷先进去，因为我现在我老公已经去世，剩我自己跟他2小孩，所以房贷对我压力还蛮大的。
进来，如果是我是李小姐，我还觉得还蛮需要的。对。公务员、生过小孩子教育，我看他刚刚有提到说，我自己会定我自己小孩子有教育金的规划，他觉得很好，就是他知道我重视我的小孩。对，然后他就会从这边去起。我刚刚是因为我说老公生他这里是有写，我自己有在多加说我老公死了有领到保险的钱。对，然后我说是因为以前不是有些是全家保，可是像那种老公已经不在的话，等于是那个保单是等于都没有效。是。全家保是的。对啊。要看他条款内容。要看条款内容，所以就是他可以再回去看条款内容，再回来再跟我讲。然后可以再从那边再切进来跟我讲，会比较好。然后就像我说，我老公去世，我保险有领到钱，可以减少压力，然后他可以从这边切进来跟我说，对，因为那时候你看老先生那时候有规划的很好，那像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那我们有领到保险的保障嘛，那从这部分你可以知道说，保险其实可以照顾到很多方面，我就可以从那边绝对切进去会比较好。是换25岁。你当然你好，就是很谢谢你今天让我有这次机会来跟你见面。对，我记得你说你刚大学毕业不久嘛。对，那我们每个月那时候我打电话先跟你聊，就是我们每个月现在大学毕业都是领22K这边，然后是跟爸妈住在一起嘛。对啊。我了解。那像我们平常跟家人住在一起，生活开销是每个月是，那时候你提到是说3.5万这里。有。对。然后房子我们是自己，就是说，目前是先跟人家用租的。对，那其实像物价也上涨了，然后我们大学毕业，说实在我们要提高我们自己薪水，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那同事如果觉得说，我们表现不错，那可能会加薪。对，可是像目前我们现在每个月就是在22K的状况之内，我们怎样把我们的钱变得更有价值呢？可以做规划，因为有提到说爸爸妈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对，因为年纪大跟我们年轻人比较，如果身体状况比起来，难免会有差，有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会慢慢有一些问题出现这样。相信你那么有孝顺的小孩子，应该会跟你说，爸妈如果是身体比较不好，那我们现在生活开销，再加上我们平常每个月赚的钱，这样子来做规划，可能会造成就是会有一些压力。那我们如果可以把我们的钱可以做一些规划的话，那可以减轻你这部分的压力，你觉得这样如何？对，那因为像你现在刚出社会，有替自己保险方面有做规划吗？像比如说是医疗或是意外，都也还没有。对。那因为你也知道说，我们平常就是上下班常常在外面，那样子也还有看新闻也可以知道说，现在因为有一些疾病，以前没有的疾病现在有一些，那像我们在外面上下班骑车也比较危险嘛。对，那像这部分我如果可以帮你做到这部分的保障，那可以不用担心，可以减轻你的压力。对，那像这部分的话，我们每个月有考虑说规划一个月大概多少的金额，都可以帮你做这方面的保障，可以减轻压力，那不要多造成你的负担。可是我每个月才领，刚开始才领2万多。我想说多的钱，我想拿来存钱。就是，那你平常像我们每个月是领2万2嘛？那我们平常2万2是怎么在做规划呢？就一些生活上的啊，还有跟朋友出去吃饭啊，做一些其实真的能够存到的钱不多啊，所以我没有什么钱额外在投资在保险上。知道，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会跟朋友出去聊天啊，或是唱个歌，可能去唱个歌就花个1-2千块也有可能。对啊。可是说实在，因为我想到说，像爸妈年纪也比较大了，那我们现在年轻嘛，在我们有能力的状况，可以先把自己规划好，那也不用担心说，像我们以后年纪大了，没有退休方面可以先做好规划。对，因为我们以后也应该有可能会考虑说结婚啊，或是小孩子教育费用，其实我们一个月不用规划很多。对，因为像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自己是每个月所有的开销，连水电费，因为我自己住外面，对，所以我水电费，然后整个开销，我就是自己规划说一个月大概在最多就是连
在7000块这方面。对，那我剩下的部分我还有3、4千块我会去用我自己的旧贷，因为我们也刚毕业不久，应该有轮到旧贷部分。也没有，那你还比我幸运。对啊，那像我这部分，我自己就是把剩下的钱，我就把它做我的保障规划。对，其实我没有规划很多，我就是医疗啊、意外，我基本的保障我自己都要买，我就不用担心说我哪一天因为意外或是生病了，那我住院，然后还要让家人担心。因为说实在，我们如果住院的话，那我们是要再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拿钱出来做给付。那也就是对，那我们如果住在医院，那是休息那几天，我们就等于是说那几天就请假，就没有薪水。那你会不会担心像这部分？是没有想过的。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刚出生，其实我是很想先买一台车子，这样上下班比较方便。你会想买车子？对。OK 啊，其实现在车子我们很多啊，都有用分期付款。对，像我们年轻人，像我自己那时候也是要考虑要买车子，我就会去听朋友，就是现在有什么方案，然后可以去做规划。其实我们一个月如果是用3000块来规划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意外，那我们到最后就不用担心说我们哪一天，因为像这部分，那我们没有办法工作的那几天，也不用担心。对。你的意思说我自己本身是人在外面嘛？那对。这样的话会不会很贵？要很多钱吗？主要就是大概像我刚刚跟你提到说，因为我们是年轻人刚出社会，那也不要造成压力。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自己先替自己规划，每个月大概在3000块这附近。那我可以先用这个每个月3000块的方案过来给你做个参考，那再给你做个看你分享，然后可以说仔细一点，可以让你清楚说，我们可以用这小部分的一部分的金额可以来做规划，那我们就不用去担心像这部分。那每个月3000可以再少一点吗？可以再少一点，当然也是可以。可是那你觉得说你出了3000块，你觉得还是在多少比较 OK 的？如果在1000块左右。1000块。可以啊，那我就规划一个1000块跟3000块的方案一起来跟你做分享。那你再考虑说，哪一个对我们比较好？好啊。对，因为毕竟，我就先规划1000块跟3000块过来给你做参考好了。好啊。那你下一次什么时间过来比较方便，不会打扰到我？礼拜2好了。礼拜2，一样是这个时间吗？也可以。好，那我下个礼拜2一样这时间再把方案用1000块跟3000块的过来给你做参考。好啊。好，谢谢。好，那你那如分析看他哪里比较好，哪里不好？我觉得他讲的都蛮顺的，就能够我的问题他有办法再去把它做一个拒绝处理，然后再导入一些观念给我这样子，一些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我是很想存钱的，因为我保险观念非常差。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刚出社会，我不会想说要买保障。如果说我想存钱，比较吸引我吧，如果说存钱的方案会比较吸引我这样子。对，还可以在那你认为哪里可以更好？就是更好，就是如果说他可以强调说我的需求针对我的想要的，然后再去跟我讲我想要的这方面，然后日后再用医疗这方面再慢慢的切入点，这样再讲，我可能会比较听得下去。蛮好的。不过我觉得2个都真的很棒，真的很厉害。好，那我们昨天是讲的保障需求嘛，那所以我们知道人家的需求之后，我们就知道提供什么商品给他嘛。所以我们这堂课我们是可以期待跟我们讲什么叫保障的商品哈。那我们今天欢迎他佩琪老师。好，谢谢。我刚看2位在演练，我觉得你们很棒哎。因为我以前刚进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像你们这样而且我很抗拒那个 logo。但是呢，事实证明嘛，我进来也7年，我觉得演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虽然你们现在每天上这个课，每天都要演练，一定会觉得很有压力、很烦。那就像我今天要上课，我昨天也要备课，我也会有一点点压力那但
但是我觉得有演练真的会让你们在客户面前，第一个不会那么紧张，然后第二个比较不会可能不知道要讲什么。那我刚看你们两个人在应对的时候，当然这是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但是我觉得还挺棒的哦。有一些你会丢问题给他，他会丢问题给你，但是你们都可以及时回应。那以前的我是都会好。然后所以以前拜访客户，我大概1个下午只能拜访2个，因为都聊很久，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聊天，然后我更不知道怎么去需求去收集资料。那是慢慢的回来做修正，跟主管讨论，我才知道说原来聊天是要聊什么。那我觉得很棒哦。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初期在拜访客户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把自己的形象，然后跟客户做很多的互动，跟拉近距离。那因为当然今天其实是演练哦，但是我觉得在客户面前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客户一定知道我们才刚进来这个行业不久，那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生气以及多一点笑容，我觉得会拉近很多的距离哈。那我刚在茶水间哈，司机就倒红茶给我，然后我们就有聊到哈，那他有提到说，其实你们2个人的应对外形都很棒，然后有提到说，因为之前你是在电话行销，对不对？所以你很多的拒绝处理，其实你已经很直觉。下意识就可以回应客户。那我们也有提到说，是不是像那个礼拜2的新人座谈，可以请你来分享一下，说以前你们在电话行销，这是我们刚2个主管讨论到了啦。那因为像我刚刚看，你当担任业务同仁的时候，很多的回应其实你是完全不加思考的，所以我觉得那已经是一个反射动作，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客户每天晚上都给我们拒绝，可是第一个我们已经不当拒绝，然后也已经反射性了。那其实新人初期要的就是磨练这个东西而已哈。那今天呢会讲的是保障商品，那其实呢在公司的商品阵容非常的多。那坦白讲，今天公司的这个商品阵容，它是挑了一个新购保障100定期寿险。那我进来快7年，坦白讲我只卖过2次而已。好，那但是公司的商品太多了，所以呢，除了在这边导师教你们，还有讲师教了你们后，其实太多商品是需要我们自己花一点点时间泡在金控里面来做学习哈。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重点哈。那首先哈，第1章的这个，你们2个应该有听过李嘉诚吧？他是香港的首富哈。那他这边就讲到了一句他自己的名言哦。好，香港首富代表他怎么样？有钱，非常有钱哦。好，那这么有钱的人，第一个，像很多人会觉得说，买保险应该是可能经济比较不好的人才需要买保险吧。但是你想，香港首富他在讲了一句话哦，别人都说我拥有很多财富，当然这个是事实。但是呢，他就有提到说，真正属于我个人的财富，是我给自己以及亲人买了充足的人寿保险。那其实呢，以前我也听到很多的客户跟我回应说，我今天像我有一些客户是生意人，他们是企业主，他们其实比较没有保险的观念，因为坦白讲，他会觉得如果我今天生病了，我再怎么样，我的户头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周转的资金。但是我会发现这些企业主他不 care 医疗保障，但是他好像还蛮重视寿险保障。为什么？他会觉得我今天是一个逃给，我必须要有身价嘛。后来我发现说，像这些企业主他们的思维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保险的观念其实是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累积给客户的哦。那我觉得像这句名言就非常棒，一个首富他也会提到说，我再怎么有钱，但是他觉得他会感觉到很有安全感、很充足，是因为他替自己规划了充足的人寿保险哦。好，那像早期是不是会提到说，富不过3代？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像这样的道理哦。我的阿公阿嬷很有钱，可是他传承到他的下一代，可能是我的爸爸妈妈，但是由于不知道怎么来做理财，可能这些财富会随着时间，或者是随着隔代，每个人的想法观念不同，这些财富可能就会流失掉了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的课程内容里面会提到说，第一个我们会做一下新购100定期的商品特色以及卖点。再来呢，我们会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探讨说这样子的商品是属于适合哪一些目标客户。那再来会给大家一点点的开口话术哈。再来像我们在谈很多的医疗也好，保障也好，退休也好，有时候我们在跟客户碰面的，或者是在做需求分析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会很常用到一些佐证资料或者是工具书哈。但是像我们做的有一点点的哈，有时候我们可
知道除了新购保障以外，还有哪些保障型商品？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哦，这并不是全部的保障型的商品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新购保障100，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是属于定期寿险，也就是它是终身的吗？不是哈、哦。那公司的商品名称只要有数字，它其实很特别哈、哦。怎么说哈、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100。好，那它在这边哈、哦，身故以及丧葬费用，就是说，如果客户规划100万的寿险保障，在这保障期间，如果我不呼吸了，我就是有1倍的保障，就是100万。所以它的100第一个1指的就是缴费期间的保障。对，好，那它是属于寿险，所以它身故有100万，如果导致残废，完全残废就是我们俗称的全残，那它也就是保额的1倍。好，全残可能双眼失明啦等等的哈。好，那像这样子寿险的保障呢，我们会担心客户可能会因为意外或者是生病导致残废，所以呢，我们会提供生活照顾金，就是按照残废等级所来做给付哦。所以第一个，它这个商品其实很简单，就是提供客户保障。然后呢，好，再来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旁边这边有一个期满更约哈、哦。这个字比较小，我要放大一点哦。这边呢，它有提到，像定期险，每个险种基本上大多它可能会有几个年期，比如说可能有10年期，也有15年期、20年期，有些商品可能还到30年期。好，那考考你们哦，像这样子的定期险，年期越短，保费会越高，你们觉得是高？好，那如果年期越长呢？越便宜。好，定期险会颠覆你们的想法哦。好，定期险哦，代表它就是说，今天我是客户，我今天来投保一个30年期，不管是100万好了，它的保费会比较高。为什么？因为它是定期，代表就是说公司给我30年的保障，当然我每一年都要交保费，是不是保障期间比较长，所以它的保费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今天我只要我的青壮年，我还在创业的这个期间，我可能只有10年的保障，而如果一样100万的话，10年会比较便宜哦。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因为保障期间比较长，定期险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所以说，它这边为什么会有提到说，届满的时候，就是届满是什么意思？满期了。好，如果我今天是规划10年期。可能10年后到了，我们可以让客户更改同类型的定期寿险，看看10年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定期寿险可以让他来做续保？因为呢，它不是终身的，它是属于定期险，所以客户今天只有按时缴费的状况下，这10年我都有100万的寿险保障。可是到了第11年，他没有来做续约就没有了，那公司呢有提供客户，如果客户到满期，他觉得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间点，每个客户的想法其实不太一样嘛，他可能觉得我还需要这个保障，他可以让客户以类似的定期寿险再来做续保，但是呢，还有期满不得超过80岁，也就是说，今天我如果要规划30年期的话，我年纪最大到几岁就不可以再投保了。50就减掉30的，减掉50加上就是80的意思哈。好，那再来呢，他这有提到如果我更约就是变更契约，保额不得超过原来的保额，也就是说我当初第一张保单是10年期，那我买的是100万，但是到了第11年我要做续保的时候，我不可以超过100万。好，就是可能照原来的100万这个样子。好。那再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像这样子的商品，它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它的保费比较便宜哦，然后它的保障可以提供高点。等一下后面等一下可以告诉大家说它的保费是像怎么样我再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数字是不是100那我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大家之后如果去服务到我们国泰之声的客户的话，可能你们会看到很多美满人生，或者是说什么什么万代福等等，当然后面会有数字。可能312，好，美满人生312，那是代表什么意思？3呢
呢，就是在缴费期间的保障。那如果我每买人身，我的保额买的是100万，缴费期间我有几倍保障？3倍，就是300万。好，那数字的中间如果有一个1，就代表它期满的时候，20年后满期的时候，我有1倍的满期金可以拿回来。那如果我保的是100万，我可以拿回多少？100万的满期金哦。好，那第3个数字的2代表什么？终身都有2倍保障，那有多少保障？200万。好，这个是公司的商品数字代表的意义哈。好，那我们再来回到这边哈。好，这样的商品呢，它的保费，特斯拉保费是很便宜的哈。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有提到了，期满的时候可以来做续保，所以不用担心没有保障哈。再来，它会提供生活照顾金。那这里有提到了生活照顾金就是残废的给付哈，它这里有提到，无论是疾病或是意外所造成的残废，工资都会按照我残废的等级。那它是按照1到7级残，那这个其实是不用去记的，因为每一个寿险的商品可能不太一样。那它会看客户不管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残废，它会给生活照顾金，提供他的一些生活必须的资金的来源。那其实这个很特别，为什么我会去提到说，不论是疾病或是意外其实我也蛮惭愧的在大概1年多前我才知道原来疾病造成残废也是可以给付。我一直以为残废可能是要因为外来，可能我出车祸啦等等的才会导致残废。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说连疾病也可以因为我之前跟美品就生讲的同仁，我们就是2个女生，就是3天两夜游，然后到埔里就找了一间民宿。然后那天去住的时候，那一次玩回来，这个民宿老板娘我们就见1次面嘛，后来这老板娘成为我们的客户。那天呢，我们就是晚上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很乡下，很山上嘛，他就在那边，我看到他在看一些保单。但像我们今天是做在寿险业，我们是会有敏锐度，对不对？但是我不能那么好奇说，你在看什么？我是国泰的，我帮你看，他会不会觉得你太积极？所以我就故意不问他。后来他就很自然问嘛，你做什么啊？你从哪里来？什么干嘛？后来他自己问我，我才讲到，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这是什么商品？那一阵子呢，富邦人寿一直在推一个商品叫富力旺，它就是属于寿险，但是他们的特色是主打失能照顾金。好，然后那个时候呢，客户就跟我提到说，那个业务员跟他讲说，如果他罹患癌症等等导致残废的话，也可以给付。那时候我就想，这样子可以吗？后来我回来研究条款的时候，确实疾病或意外都会造成残废。好，那你们会不会好奇说，疾病怎么造成残废？疾病比较对，有可能，或者是说我今天像我举例好了，我后来回想，像我爸爸的姐姐，我要叫她小姑姑嘛，那个时候是脑部的肿瘤，然后初期一样就是开刀，都还很正常，但是这6年，她6年后就离开了这6年当中，你就看到她以前是学国标，常常到国外去参加比赛，但是因为生了这一场病，整个人就开始，当然已经变得很多，因为她以前是非常漂亮的那种好，然后到后期他已经几乎躺在床上，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喂食，他其实是不是已经符合常态的？当然，他也造成残废，因为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一等种种的生活机能。那他那个也是就是属于疾病所造成的好，那再来我们来往下看好，那这个定期险呢，有些客户他会觉得说，可是我希望想要是终身的，但是又碍于保费的限制，所以是不是可以做一部分的终身，一部分的定期来做保障补强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它的保费其实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呢，它是有比较符合经济效益的部分那再来呢，第6个，它可以降低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什么意思呢？像刚刚你们在 low rate 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提到说房贷这个部分？那其实像刚刚我也觉得，我蛮认同管理的想法我从进来我的保险观念其实是不错的，我买很多保险，可是我一直到进来第3年的时候，我才有去买寿险的保障，因为可能我也还未婚嘛，那你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现在的我可能寿险其实是不太符合我的需求，但是后来为什么我还是会做规划的呢？可能你也觉得说，我是我们家5个人里面可能收入是比较高的，
是不是我必须要有基本的寿险保障哦？所以当你们在跟客户做很多的观念沟通、需求分析，现在客户没有这个观念，并不代表他未来会没有哦。所以像环如，可能现在你觉得，我是想要储蓄，但是也有可能，未来的3年、5年后，你的想法你会有可能会改变哦。所以当你们在跟客户做需求分析的时候，当下其实是不要气馁的。你觉得这个商品明明其实就很符合他一定需要，但他现在没观念，并不代表他就不需要哦。那我举一个保费来给大家看一下哦。他前面是不是一直提到他的保费其实是比较便宜的，有符合比较高的经济效益？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以一个30岁的男性来讲好了，这个费率其实你也不用去记啊，只是你大概知道一下说，他这样子其实蛮便宜的哦。如果30岁的男性，再跟你们讲一下，一般寿险保障，你们觉得男生的保费会比较高还是女生？对，寿险保障。男生会高一些哈，因为可能男孩子比起女生也比较可能早期是一家之主啦，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比较冲动一点点或什么的哈。好，那我以30岁的男性来看一下哈。好，如果说我们一样拉的是20年期，好，那如果是100万的话呢，一年定期险的保障的话是3750，好，所以其实1年哦，所以其实对于客户来讲，1个月才多少钱？差不多300块左右，好，这是1年的保费哈。那如果说是30岁的女性呢？一样20年期的100万，它的保费只要1860，1个月只要100多块钱，好，所以其实是不是还蛮便宜的哦？那这个费率其实你们不用去记，大概有个概念就好了。一个30岁的男性，100万的定期险，一年1个月只要300块，好，那其实它的保费是很便宜的哈。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如果像这样的商品的话，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哪一些客户是我们的目标客户呢？然后呢，它是符合这样的商品，那你们随便举例一下，可能像哪些客户会比较需要寿险的保障？也可以，因为第一个保费很便宜，对不对？然后还有你们刚刚提到的，有房贷的客户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公司大概也有帮我们整理了几种类型。好像刚刚我们提到了，新婚家庭，通常新婚家庭的时候会怎么样？有可能会买房子，对不对？好，那新婚家庭呢，当然像早期可能都是只有1个人的收入。那虽然现在其实是双薪比较多了哈，但是呢，新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买房子，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买房子一定都会有房贷。好，那它有房贷的话，就会有保障的需求了哈。好，那像我之前呢，在无锡的中荣钢铁驻点，那中荣呢是中钢的子公司，中钢在高雄嘛，对不对？好，那子公司是在无锡、台东这边哈。那在那边的员工年龄层都偏年轻，大概都是落在30几岁左右，所以可能会刚刚结婚哈。那他们呢来问房贷的时候，很自然而然都会问到，你们有没有房贷寿险？但是他没有这个房贷的时候，你以前跟他规划，他可能还刚刚大学毕业刚进来中荣公司上班，你跟他讲要寿险，他根本一点观念都没有。可是当他结婚了，他觉得我娶了一个老婆了，然后呢，老婆肚子也大了，可能明年小孩子将要出生，他觉得他的责任不一样了，他就会有了寿险保障的想法哦。好，那还有什么样的状况下？刚刚你们都会有个状况，单亲家庭。变成呢，家里的经济来源、生活的重心跟责任是都落在只有1个人身上，所以他的寿险保障来得更为重要了哈。所以单亲家庭他也会需要寿险保障的部分。好，刚刚已经提到的社会新鲜人，好，社会新鲜人可能初期上班可能都是骑摩托车，那确实摩托车比开车来的容易发生一些事故一点哦。好，起码因为摩托车是肉包铁嘛，好，那他这边就有提到了，社会新鲜人也适合用这样的定期险哦，因为第一个保费很便宜，看女孩子，社会新鲜人可能还不到30岁吧，所以可能保费又更便宜哦。好，那还有他们每天上班，还有总是比较热血沸腾嘛，意外事故
这边有提到一个掌握333原则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333原则？有吗？没有哈，好，这个很正常，因为在我还没有准备教案之前，我也不知道什么是333原则哈。好，那我觉得公司其实很用心哈。刚刚这边一个新婚家庭也提到了一个双十原则，那双十原则你们有听过吗？双十原则呢，其实比较常听到哈。那我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做双十原则哈。比如说呢，好，新婚家庭2个人嘛，有2个收入呢，双十原则指的就是说，我今天投保的寿险保障的保额，必须要是2个人的年收入加起来的10倍。那好，我举例，假设说今天我的年收入，我是太太，我的年收入如果是50万，那我的先生呢，年收入是100万，我们2个加起来是多少？年收入是150万。那我们的双十原则，保障必须要是我们加起来的收入的几倍？10倍。那我们的寿险保障，按照这个双十原则，我们理应要多少？1500万。好，那你可以用这样子来告诉客户。有时候客户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那有些客户呢，他可能是他可以认同1500万，可是我可能卡在我要付1500万的保额的保费，当然会有这几种状况产生。但是你可以告诉客户说，有一个这样子的双十原则，那我可以来告诉你一个大方向。好，但是呢，2个人的年收入保障应该为他们的10倍，但是保费则为年收入的1/10。那我们2个人的收入是150万，1/10大概是多少？15。好，但是一般客户会花15万来规划寿险保障，可能比较不会，对不对？而且像这一对夫妻，年收入150万，其实算是收入还不错的哦。但是呢，这大概是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客户到底能不能够按照双十原则来达到这么高的保障，以及支出这样子的保费，当然就是要靠我们需求分析的功力了哈。好，那再来我们来回到这个社会新鲜人的333原则是什么哈？好，它的333原则是这样子的，有3个3。那第一个3呢，指的就是说，好，我应该把我的收入去把它分成3个等份。好，哪3个等份呢？第一个要放在储蓄。好，趁年轻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今天没有学贷，没有家庭的拿生活费给家庭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收入都是我们自己来做开销？那也许这个时候的收入可能就只有2-3万，不多，但是这个时候却是我们最能够存钱的时候哦。所以当我跟一些年轻的族群朋友或者是客户谈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他，你现在的你一定最能够存钱。你可能1个月只要2万块，但是你可能住家里，所有开销你只要回家晚上吃饭就好了。但是中午到外面你要自己开销，你可能可以1个月存5万块哦。但是随着过了5年后，你组织家庭了，如果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工作没有升迁，以现在为还是一样的话，5年后、10年后，我的收入还是落在2-3万。可是你有可能可以再存到1万块吗？绝对不可能。为什么？我有房贷，我可能要养小孩，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最能够存钱的。所以呢，他把它分成3个区块。第一个是储蓄，好。第二个，我也要有基本的保障吧。我的保险是趁年轻规划的时候是最便宜的哈。好，再来呢，再分成第3个区块是什么？投资。很多的理财，我们必须要趁早开始，趁年轻开始哈。好，所以说它的第一个3呢，把我们的净收入，把它分成这3种。好，第一个有储蓄、有保险以及投资。所以这个地方，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学起来？当做你在跟客户谈储蓄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用这样来告诉他？好，储蓄是不是我们就有储蓄险可以提供给客户？投资我们也能够提供啊，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投资型商品，有基金，1个月定期定额2000、3000，同时它又能够给予高保障。这个商品可能你现在还不了解哦，那我不知道之后的客户会不会提到，但是投资型保单我们会称为卓越理财，同时可以满足客户这3个需求。那我可能1个月只要2000块，最低门槛啊，好，你可以告诉他，那也可以把这个
一样，为什么要拆成这两个？储蓄是代表它不会有什么高风险的，但是投资我可以透过时间获得高报酬哦。好，再来第二个3是什么呢？保险3要。好，保险3要指的是什么？我来规划这个保险有哪3个要素？第一个，我必须要保费便宜，因为我年轻人我没有那么多的收入，好，保费要低。再来呢，保障要高。再来呢，我要我有可能会面临的风险来做规划，这是3要哈。好，因为比较多我就不把它写起来，在我们的教案里面会有哈。好，第3个3是什么呢？我要把它分为3个账户。第一个呢，一般的账户就是我的一些生活费啊等等的。第二个账户是紧急账户，如果说紧急预备金嘛，突然可能家里发生什么状况或干嘛的。第3个账户是储蓄的账户，储蓄就是干嘛？不要动它的账户哈。好，这个是333原则哈。好，我再来会讲比较快哦，如果你们听不太懂要跟我讲哦，因为我要赶一下进度。好，再来公司还帮我们分了哪3个族群呢？蝸牛族，你们有听过什么是蝸牛族吗？蝸牛就是有壳嘛，对不对？有背房贷的，就是我们有房贷的客户。好，那有房贷的客户，我刚好提过，客户很自然就会有这个想法了哈。好，有房贷的客户，他在房贷还没有缴清之前，房子都是谁的？银行的，对，没错。好，那再来呢？月光族，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月光族哈。好，但是呢，月光族他身边没有一些积蓄，所以说如果当真的发生什么风险的时候呢，哇，那就很糟糕了哈。所以会需要一点点的保障。再来呢，还有一个什么派遣族，现在也蛮多人是派遣族的哈。比如说派遣族代表什么？他的工作是不是没有每个月固定的收入？所以他的收入其实是不稳定的。好，然后工作也不稳定，那有很多，比如说像我蛮多朋友就会到国外去打工留学，可能到澳洲去个1年半载，回来后，他觉得在那边边玩边工作很快乐，收入也比台湾好，因为生活水平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回来台湾，他却不想要台湾工作，因为做了这么辛苦，跑了一整天，只有22K，所以呢，他就会觉得我的心一直留在国外，我没有办法在台湾讲讨论哦，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派遣。但像他们呢，其实也是很需要保障的，而且像很多的客户到国外去打工留学，或者是等等，他们其实也会需要保障哦。当地也会要求他们在台湾你要有投保证明，你才可以到这边来工作。所以呢，他们也是会需要保障的。所以你可以去留意，周遭你们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要去做留学之前，是不是你可以跟他说，那你有没有来做一些规划？这是有必要性的哦。在国外的生活水平是比台湾高，所以他的医疗费用会比台湾高，一定会的哦。像之前那个，哪个艺人啊，艾利克斯的老婆叫什么？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到国外去，肠胃炎，好像才到急诊室了，还没有到住院呢，花了70-80万。那是因为在台湾可能肠胃炎就打个点滴，根本不需要花多少钱吧，几百块就可以解决。可是你在国外却要花到70-80万哈。好。当然呢，我们来看一下公司呢，它针对了这样的商品给予的哪些开口话术哈。好，那在这边呢，公司有给了一张，这个上面的字哈，可能会看不清楚，但是这一个表格在我们的教案里面也有，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去把它download下或列印出来哈。这是一个家庭保障的问卷，但是呢，公司它其实是针对几个话术，把它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拿这个来对客户1、2、3、4、5这样子问他，看状况。好，如果说我们今天办了一个可能保障观念的说明会，可能可以用这样。但是一般客户我用这样子1、2、3、4来问很奇怪，他会觉得你干嘛要对我做什么身家调查哈？好，那公司有针对这几个来一些话术哈，这边有提到了第一个。刚刚好像是环鲁有提到这个，对不对？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够继续照顾我们的家人，你认为要留给家人多少才够？像环鲁，你觉得要留给家人多少才够？想越多越好。对，没错，通常客户都会觉得越多越好。好，那如果有的客户可能比较高拐一点，跟你说那300就好啦，也有可能哦。那你可以怎么回答他？如果是雨萍，你会怎么回答他？先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样想。对，没错。如果客户选择金额比较少，你可以反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想
万是这个金额呢？你可以这样访问他，你不能他说哦300万这么少，你是不爱你的家人哦，绝对不能够这个样子哈。一般合理，人家都会觉得高一点。那有客户如果跟你说少一点的话，你可以访问他哈。好，你回答的很棒哦。好，那再来呢，这边还有提到第二个问题是，请问一下你目前准备了多少保障？好，那一般的客户来讲好了，可能最基本是自己有存款，然后他如果有上班的话会有劳保，那在公司可能会给他团保，以及他个人规划的一些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就是指的我们自己花钱买的保险哈。好，那你可以问问他说，你准备了多少？那有些客户可能会觉得，一时你问他，他会搞不清楚。那你可以跟他说，像存款啦、劳保啦、团保啦、商业保险这些。好，那有这4个选项哈。那如果说今天我如果问番路，你会回答我哪一个？因为不到100。不到100。好，那他这边有讲到不到100或大约100的话，我们就可以往下来看下一题哈。那如果是说有些客户说我准备的很高啊，那我们可以怎么回他？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准备的？你的观念好好哦。对，那如果我想你一定很爱你的家人，好，这些你可以这样子回应他这个样子。那还有可能说你如果可能只是在跟你的交流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够这么直接戳破他哈。好，但是也有些客户说我不清楚如果像我可能就会说我不清楚哈。好，不清楚第一个方式什么？那我可以来替你提供示范服务，你觉得好吗？那你可以告诉他说，政府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的保障，但是难道你不会想要了解吗？你每个月在缴劳保的钱呐，等等的，你会不会想要好奇，想要了解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环如说的，可能不到100吧。好，那下一题是说，如果不够的话，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来准备会比较好？有这4种。那这4种呢，公司也都很贴心帮我们想的因应的话术哈。第一个自己慢慢存，那我们可以反问他说，那你觉得存多久才能够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保障哈？如果他说靠亲戚朋友，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该不会有人回答这个部分吧？那我们可以反问他说，那你觉得你的亲戚朋友可以帮忙多少，帮多久哈？好，再来呢，有的客户会说，我自己会做一些理财、投资股票以及基金。那我们可以问他什么？你会不会担心一个景气的循环后可能会有风险的产生？但是我可能到了，比如说我用这个基金跟股票来存子女教育基金，可是当时间一到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因为什么？小孩要念书嘛。可是如果来一个景气循环，像几年前的金融海啸怎么办？我可以叫我的小孩不要念书吗？或者是说我把它当成准备退休金，我可以就不要退休吗？可是公司已经没办法再让我继续上班了，因为我年纪很大，那怎么办？你可以告诉他有这几种方向，你觉得哪个准备比较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前面3个我们都有因应的话术，只有买保险我们没有因应的话术，就是要有点引导他这个样子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4个，他这里有问到那你愿意用多少预算来补足缺口呢？这个刚刚你们2个人在 low break 的时候，也都有提到好，那他是不是给了这4种方案，让客户来做选择？那刚刚呢，黄鲁有提到说，我觉得我可能用1个月1000块就好了吧，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负担那么多。那雨萍是不是也很聪明的回应他了？好，那我可以给你2种方案，到时候你再来考虑看看，或者你也可以是说，那没有关系，我先用一个完整的给你看，那我让你了解每一个细项的保障是什么，之后你再来看你现在的预算以及你现在所想要的哪些可能现在还不需要，我们再来做调整，还是要给他看完整的好，再来呢，最后一个呢，他有提到，如果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案，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来参考看看呢？或者是说来听听看？那一般客户基本上都还是会说愿意啦。他如果说不愿意，他可能不太敢讲出这3个，他可能会说再看看好了啦，看我有没有时间或者是你下次再带来给我看。好，所以他大概有这几个话术，但是呢，像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对客户这样1、2、3是这样子问，可能太奇怪。但是我可以去把它内化。刚刚的前面的这4个问题，问到了什么？预算，问到了准备多少，问到了你用什么方式来做
活应用在我们平常跟客户聊天的里面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针对保障有哪一些工具书以及佐证资料可以来给客户呢？那我觉得呢，准备这些东西非常的重要。当我今天要去跟客户碰面了，不管我今天来是要谈 case 也好，或者只是要去聊天也好，很多的资料我们都要事先去抢到。当我今天去拜访一个服务件，我看到这个客户买的商品可能都是年金险，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来问一下资深同仁，年金险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客户会这么喜欢买年金险？我可以有所准备或者是我也可以来找一些工具书，针对年金，可能我会想到国民年金，那这个客户代表他很喜欢储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针对他目前所买的这些年金，有没有可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做退休？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缺口在嘛。好，那我可以用哪些主证资料来告诉客户说，可能一般现在的退休，或者是他希望可以有多少的年金可以领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事前准备的功课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东西就是商品的 DM， 在我们的金控里面会有商品专区，都可以来做列印。那公司的每一个商品，它这边都会有一个工具书，一般家庭的主要支出或者是双十原则这个里面都有，这个就有点像是工具书以及佐证资料好，再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双十原则，还有呢，在目前台湾的寿险保障普遍还是不够的一般人平均，像家人很爱买保险，可是他们都买什么储蓄居多，寿险保障很低，平均一个人只有78万，其实是不够的好，在旁边这边呢，有一个公司的国泰人寿的网站，当你们去下载教案的时候，它可以直接连接，这是公司的官方网站，可以来做一些试算。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再点进去里面看一下。好，或者像我刚刚提到的333法则，分成3个部分，然后有3个3要，还有3个账户这个都是一些佐证资料的部分。再来呢，还有像这种讲故事给客户听，或者是像新闻，一般客户每天看新闻，一定都会多少看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我可能会讲悲剧是大家不想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这边就有提到说，癌症末期的一个混讲，今天开计程车的人，他的收入不稳定，可能其实是不稳定的但是呢，他又罹患了癌症，然后又到末期了。第一个我们会想说，他有没有规划基本的医疗险等等的但是呢，他们还有几个小孩，5个小孩很可怕那这些小孩怎么办？未来怎么办？那如果说他可能之前有规划一些基本的保障的话，是不是可以留一些钱可以给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故事性行销、感动行销。那我觉得普遍的人，你用讲故事的方式，它其实会比较深入人心啦再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是提到的是购保障，但是呢，公司的寿险的商品其实有非常多种。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司这边还带到了哪些商品那这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讲，但是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了解在这边还有提到查询路径，就是到公司的网站这边来做更深入的一些了解。那我们的寿险保障按照功能型有分成这3种，第一个是终身型的，保障缴20年就保障终身，当然它的保费会高一些。好，那它有哪几种？这边的新天才，你们知道什么是新天才吗？你们知道吗？6年期的储蓄险跟邮局很像，但是邮局6年后就必须跟他把钱拿回来，但是公司是缴费6年后，终身不断的复利递增。好，那可能商品这个部分，你们可以再请主管或者是师傅再教你们多一点新天才跟真天才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真天才的利息比较高，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 P 跟 C 也比较少。好，那这2个商品都有天才，所以它就是一个类似的东西。那福星高照呢，其实跟天才又很像，但是福星高照的投保年纪可以更大一点，然后年期有更长一点的。好，那新才也是属于终身寿险，但是这几个商品比较特别的是，这2个一般客户来规划，可能真的是为了寿险保障。另外这2个大多我们把它当成储蓄险来卖。好，再来有一些特殊功能，指的是什么？新幸福
贷，这个就是寿险房贷。好，但是呢，寿险房贷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卓越理财，就是我刚说基金定期定额又可以提供高保障的商品。好，还有一个守护妈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我们会称为妇婴险。如果说呢，你的周遭的朋友有人最近怀孕了，还没有超过7个月，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商品，来告诉他说，有一个这样的商品。现在的人生的少，而且可能都晚婚哦，像我就晚婚，然后晚婚的话，代表我可能会什么晚生。那晚生的时候，可能我会面临到高龄产妇。好，那像现在的人，他这个保障是什么？在妈妈怀孕期间，从初期、中期到后期，都有给予妈妈保障。那小朋友生下来后，一般是不是有了名字、换户口才可以买他的保险，对不对？但是这个商品是生下来后提供小朋友有住院的保障，其实他还没有取名字。然后这个商品是缴费3年，保障7年，到第7年的时候，所缴保费主约的部分都要保费退还给你。刚好小朋友念什么？小学，好，这个商品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那它呢是一个特殊功能的商品，它的 PC 也非常少，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哈。好，再来定期险，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新购保障100的定期寿险。那当然，下面这边还有很多不同的商品哈，新购100保障，以及活力优，以及新安家保本，这个都是属于比较雷同的商品。那下面有一个金心爱以及真心爱定期，它很特别的是，它称为遗嘱年金保险。那你们可以再花时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做研究。那我觉得初期的你们公司的商品阵容你们要了解，但是抓到几个热卖商品来做主攻就好了。好，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了解？当客户今天跟你谈的观念不太一样，你可以马上知道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商品我可以带给你哦。好，那再来呢？好，课后作业哦。老师，请问课后作业一样就是跟他们说，然后没有吗？没有，我们不会全部都做。哦，好，那这个我要说吗？还是时间就没有关系。我们这次的课后作业就做这个好了。第4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保障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要行销保障的时候，你会做哪些资料？做一个行销资料夹来做佐证。OK， 好，那我们明天早上就，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那个佩奇下面的？没有，好，有问题，反正每天都碰面，可以再来问我。好，谢谢大家。这个是专员的吗？所以我这个也一起给他，对不对？然后我们课上到这里哈，谢谢，谢谢大家。不知道怎么办。